我觉得中国人就是确实爱卷。我们有任何套路你、坑蒙拐骗的啊，随时监督小哥。这太热闹了。要鸡蛋、鸭鸭蛋。今天在河北曲阳县买的枣酒，好像是红枣做的酒，我还没尝呢，因为白天在开车嘛。现在晚上的时候快睡觉了，我觉得可以尝一下。哇，这味儿，这度数应该还不低呢。哇，有点辛辣呀，但完全没有枣的味道。睡前喝一点。大家好，延平 Mrs. Gary。现在开着自己 DIY 手搓的这个皮卡房车，在自驾的路上。白天的时候呢，我是从河北保定的高碑店市，开过来的。然后在高碑店那边呢，高碑店，它有一个比较特色的产业啊，是蔬菜水果的批发市场。我也是到了高碑店一搜才知道，像北京之前的那个新发地菜市场嘛。实际上河北这边高碑店它是有一个规模更大的，以前也叫新发地，现在应该是因为可能合作的股权关系，变更成叫守恒批发市场。这个守恒批发市场实际上是肯定是河北最大的，甚至可能是北方数一数二的这种蔬菜水果的批发市场。他们采访说的规模是可以供北京市1周左右的蔬果的供应量。我不但能保证北京3到5天的量，我还能够保证京津冀整个区域7天农产品供应不断。量级真的很大。今天就是想分享一下我在这个高碑店守恒市场逛的这个感受吧，和一点了解的一个新的信息。我主要就是想买点水果，然后买的过程中也发现他们那边还真的是一个小江湖，因为它这种垂类做的很专，然后那市场又很大。我也是逛的时候发现它有很多个角色，比如说我进去的时候就发现马路两旁有很多小的摊位，它是代买呀、代卖，一般是这种词儿，或者代采。所以它是个什么角色？它有点类似中间商的一个角色，因为像这种大的批发市场，肯定会有货源嘛。货源一般就是一些大的批发商，他们可能开着这个大的卡车，里面整板的那种蔬菜水果。但是呢，其实也有很多的消费者，他们是终端的 C 端嘛。那这个代买和代采这么一个角色，它一开始就有点像是一个零货源的模式。说的不好听点啊，最开始它其实是有点像空手套白狼，就说我找批发商说，我找你这儿，我从你这儿拿货，我要的量大，你给我便宜多少钱，然后他转手再去找消费者。然后把这个卖了，才赚一个差价。最开始应该是这么一个模式。撮合的量很大以后，这种中间商其实它反而变成了一个很主导的角色。很多做代卖做的很大的，那其实他的话语权反而会比这个批发商还重了。我就想到一个前几天应该是36氪吧，有一个采访，他当时采访保定白沟的这个香包批发的时候，他也说，就是最开始他们和什么拼多多呀，就是淘宝啊这些购物网站的角色也是，一开始他们是这个供货嘛，肯定他们有主导权，但是随着交易量的提升，很多的购物平台是反而掐住这些供应商的这个喉咙吧。因为他们是有很强的渠道能力去面向 C 端，所以最后购物网站要求你这个厂商降价，他们就必须得被迫降价。怎么就变了呢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想，我觉得现在因为是消费疲软嘛，那这种其实是掌握消费者的购买能力这么一个角色，其实是会有更强的话语权了。因为你形势好的时候，比如说举个例子，改革开放的时候，或者说一个配给制度的时候，我掌握着货源，我就有很强的话语权，因为当时是对吧？我是一个供给稀缺，消费旺盛，所以你供给就话语权就强。现在这个社会其实是一个消费疲软，那其实这种面向 C 端的
哪怕可能最开始就是个中间商，这种代买、代卖、代采也好，对吧？这么一个渠道，现在反而变得很重要啊。这是第一点感受吧。我先喝一点啊。哇，这酒还不错，然后第二个感受就是，因为我刚才录这视频之前，我又搜了一下这个代买、代卖这些，就是发现他们这个行业也很卷。我觉得中国人就是确实爱卷，因为他们这种角色的一个弊端是在哪儿呢？他们消费者的话语权也没有那么强啊。然后供应商、批发商那边他们也是，他毕竟是个中间人的角色嘛，所以两头的把控力度其实都偏弱，而且他的这个模式是比较简单的，就导致反而做这种中间商角色的越来越多，他们之间又开始卷了。所以我刚才搜一些视频网站，就看他们那个好多做这种代卖、代买。录这个视频，其实基本上十有八九是诋毁对手，说自己怎么独特，然后可能也有一些整活的东西吧，就博取信任。今天啊，小哥推头明志，哎，我去，这叫推头明志。我们有任何套路你、坑蒙拐骗的啊，随时监督小哥，给到一个底价，给到你们1毛钱的代台位不加，明白不啊？国人比较爱卷嘛，一个东西能做起来蜂拥而至，最后整个市场就又出现一个比较乱套的情况。反正就是一点见闻吧，分享一下。所以说回来，我觉得有的时候去一些目的地去旅行，生活平常的地方，只要是能给你带来独特的体验，有新的感受，我觉得这就是旅行的意义。你通过看到不同的场景，不同的人，了解到一些新的信息，这个就是一个旅行过程中比较大的价值。这酒真的，喝还是能喝到红枣的味儿，但是这个还是比较冲。我会睡前把这个喝了，然后睡个好觉啊，就先这样了。拜拜。我向你保证，我这个人口碑还是很好的。那你就慢慢跟我处。